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居住在群山之间的凹槽处。咱们不走到这里呢，根本发现不了这里还有人居住啊。整个地形呢，看去像是一个山间的天坑啊，也是非常的奇特。根据这些耕种的土地啊，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呢，肯定是还有人居住。那咱们无人机飞近一看呢，确实发现还有人在楼房上走动。哎，到底是什么人现在还居住在这样的大山深处呢？今天呀，咱们就进山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贵州惠水的大山里啊，咱们从这里徒步呢去探访那户人家，看一下好多年没有见到过小米了。我相信好多人都不认识小米啊，这个小米拿来做糍粑非常的好吃，还有拿来做炒面什么的也很香，煮饭也很好吃啊。那边也有一栋房屋，这个下边种的都是小米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蓄水池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水。哎呦，有水呀，满满当当的。咱们要去的地方呢，是继续从这里往前走啊。那个房屋没有人住，不然我也去那里玩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也是咱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啊，一个小山包一个小山包的，而且这些小山包呢，长得都是笔直的，对吧？都带着悬崖峭壁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也看到一栋荒废的房屋，爬山虎都爬满了整个房屋的边上。以前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湾潮这一片地都有种啊，包括上面那些。现在呢，已经荒废了啊，里边的茅杆草都长了1-2米深了。这些马耳草开花了，有一种芦苇荡的感觉。这地方拍照应该挺漂亮的。哎，咱们已经到这里了，隐约已经看到房子了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整体地形和环境。这个周围呢，就是被这种山全部围住。整个过来的这一段呢，很多土地都是荒芜的哈，包括边上这些土地。那么，包括他们这里呢，也没怎么种，就是下边的有几块平坦的田呢，种了一点东西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山还是挺高的，有100多米，然后只有下边这个平的这个田有种一些农作物。然后我是从这边来的一个垭口，这些荒地也没有种啊。然后它这个路呢也修得挺神奇的哈，从这里修过去，修得比较远，实际上呢从这个位置弯过来更近一些吧。但是这个路这样修也是对的。这边呀好像是没有很多大的树，所以他们建的房屋呢都是用石头建的。哎，这家人还种了一些叶子烟。哎，老人呢都喜欢抽这种烟啊，那个小支的他们抽着不过瘾，都是自己种的这个烟来抽。咦，还好几个人在家。门口呢晾着山烟。这边地里好像种的是地瓜还是啥？玉米呢已经收差不多了。吃饭没得，主人家？吃的了。啊，没晓得。拿点蒸鱼的。哎，我讲话都听得懂哈。听得懂，你先讲我听得懂的。哦。蒸鱼的。蒸鱼的啊。哦。你们也是少数民族吗？啊，我们是客家。客族。客家的，我们是客家的。哎，我得好好的查下来回去。那你们这个客家族的话，只有你们这点吗？还有其他的都是啊？其他的有哪里都有。就这周边都是吗？哎，你们贵姓呢？我呀，这姓戴。戴哈。啊，这个老娘，你们是两姊妹是吧？哎，我们是两姊妹，我们两姊妹是姓陈，我在这戴家做客。哦，你们两姊妹姓陈，这里他们姓戴哈。啊，他姓戴。这个是。是我的侄子。你家的哈？啊。哦。他是来耍吗？是？哎，来耍，是我的妹，小外姨娘。哦，他还比你小点，他是你妹。啊，她是我妹。哦，你们这有几个人呢？这家？我
你们家有啊？我家老大家有3个，3个小娃嘛，1个大人。啊。爷爷公公走了。哦。谈了3个娃，把手术办了，吵架跟我吵架，他就把钱就提了。应该也是50多是吧？我媳妇年纪小，但是13岁就来我家，14岁就看我大一个生。14岁就已经有娃娃了。啊，就是和他们一起租房子的，就做他们摆他们就摆就跑了就。啊，就摆起了。他还结婚没啦？没得了嘛，耳朵听不到。耳朵听不到哈。嗯，他也好大了。 50多岁了也是。都50多啊？哎。咦，看起很年轻了，你别说。你也不年轻了。他50多看起不像啊。这里住了有好多年了，在这里。哦，住的做几十年了，我们在这都做几十年了。还搬迁嘛，因为搬迁嘛搬到惠水去嘛。我们前妻们就是2娘母前妻们，房子也在，他们我前妻找不到钱嘛，我们转的。我要不然在住保谷，住保谷这些全部都住保谷嘛。我们在住保谷。今年嘛没住保谷了，我年纪大了，我不住保谷了。好大年纪了？80多了。你80多了？80了，马上进83了。哟，看不出来，身体好得很。也不好了，个个都做不到那么的该说的呀。反正小的给你吃，你管那么多干了呀？那像这个们也还不是也找不到钱嘛，就是这个给政府拿的钱他们。都没得吃了嘛。老大一个回家。分家了哈？哎，分好多年了，小娃都20多岁了。是，生娃都已经读书毕业了。1年打工的了，那年就打工的。哦，这个房子也是你们手头才修的哈？啊，我们修了，我们那个我们在做上面那个屋基嘛，然后那么土地下放了，我们在修的房子。他修房子之前就在这里做吗？啊，就是在这边做。哎，之前是哪个房子啊？之前是那个3座楼管房子，小小的那个。哦，很小的那种。啊，很小的那个小个，就是窄卡卡的。其实这儿也可以哈，都正好爷爷看到个垭口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做的是可以的。这些的土地存粮食不？好像不啷个存粮食哈。出来，我从这后面这里也这样省下些干草头呢也下来。我去年我打70多条。70多条啊，最起码3、4千斤包个纸嘞。哎，差不多嘞。去年我抓个完就是做了个杂交包谷。都等你们一家住在这个位置呢，这些全部的山，这个土都是一家的哈。啊。这个下边啊，这个下边比较低啊，它那个如果是在长大水的时候要安不？不安。就是这个底的这块天都安不到。安不起。安不起啊？再大的水都安不起啊？啷个大的安不起？那边是哪家种了很多那个小米都没收？那个邓家，当时我看都卖成1万把斤对小米。要挣1万把斤小米啊？还卖好几万了呢。不是为要卖几万块钱的。他是承包地来种的吗？自己种的吗？是这些地方全部是我们本地的。哦，他就随便种。他这些人都全部搬出去呢，他对这些人他就住他们土地。全部给他种起啊！啊，全部住他们土家的土地又平。有土地又平嘛，就全部住。住嘛，又往人家那住保谷。从去年来嘛，自己保谷嘛，这应该有猴子很。有猴子啊？有猴子，然后嘛有猴子来吃的嘛，找我不住嘛。他去年他全把做小米，今年全部做小米完。哦，做小米猴子就没办法吃了。他不吃嘛，小米他不吃。你们经常看到猴子吧？对哦，我们在这就是长期在这，在这里住保谷都要望猴子，你不得望猴子。如果你挖下去，你不在这看到，他来他要帮你刨。起来了保谷样样流浪好生，他就要来给你啤酒。这恁个讨钱？讨厌得很咯，这猴子别人的很。他一来有好多个啊？可能几十个有。一来有几十个？哎，有几十个大群。哎，凶起来打人不他？小个的他不怕，大人他是怕的。他不怕娃儿，怕大人。小的他不怕。那个水池你们修了好久修了？修好多年了。也是为了预防夏天天干哈。天干嘛？还有自己外头自的田，这些外头开的田。哦，那个池子主要是为了打田用，生活用水也应该不够，应该不缺哈。这些都是以前的磨子这些哈。要吃米，要过对冲，然后那么那些有机子嘛，吃米嘛，到台下去打，台去打那么小时子，那家个米吃完了嘛，街坊还得痛啊，还是苦啊个事儿哈。苦，
以前要挖土，要到河，好潮要好到河不一样。在那家还要喂猪，不得煮菜要煮菜，来砍起了地了做人，还不凉把钱煮去烧，又要去上坡。那个我们这集体去的远嘛，去到那边晚也去过几晚。可以做活路。以前是阶梯做活路。阶梯做活路，现在也做活路。因为小的还得小，那家嘛还学着，北极小娃上坡噻。人家最近我真的是想我们造。饭子嘛。给这个送给你们。你是那送我们？哎呦。走了。哎，没事，送给你们。你不嘛，你给你，我们做水都没得活吃。没，不做了。谢，走了。哎呀，这大中午的好热呀！这个地方呢，只住了一家人，是那个老人家他们2母子。然后这个老人家的儿子呢，50多了，耳朵也不太好，我就没有跟他交流。他们呢也是好多年前就搬迁出去了，也就是这2年呢又返回到这个地方来居住。老人家说这个地方猴子挺多的，这倒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啊，因为这些山并不高啊，都是小山。这个地方居住的地形呢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右侧和右后侧呢都是刀片崖一样的，然后左侧呢也是很高的山。这里啊还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啊。我们正常的思维呢，可能住在这种凹槽的地方呢，应该是比较闷热，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挺凉快的，而且呀，它的通风效果很好。这个呢，应该得益于这栋房子右侧的这个山口，包括前方的这个山口呢，它形成了一个风可以对流的出口啊。非常神奇的呢，是这户人家左侧的这个山梁翻过来呀，是一个山崖。那么老人家也说了，这里呢猴子比较多啊，所以我比较好奇呢，我就把无人机飞过来，在这个山崖上看一看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的话还真的看到东西了。这个山崖下呀，居然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是竹子又是钢管的这种结构啊，搭了一些架子，从这个崖壁角呢一直搭到了半崖中间的位置，而且这个高度呢应该是有好几十米啊。因为我们镜头离得比较远，这个到底是竹子还是钢条呢？我真的是分辨不清楚。我又问了这个老人家，是不是这边有搞过什么开发？他说从来没有过呀。虽然说他住这么近啊，但他也不知道这个山崖里边这个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崖壁的边上呢，全是杂草丛生，只有这里搭了一个架子，边上没有看到任何开发的一些痕迹啊。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搞什么大工程的话，应该是有路进来，并且这些崖壁应该有松动的痕迹啊，没有看到，只看到了这个架子搭在这里。我们看到这个半崖这里呢，确实有一道地质奇观，有3条石笋从崖壁上方伸出来，这个形状啊也是非常的好看。难道这个半崖还有溶洞通向别处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！算了，既然他们当地人都不知道，咱们就让这个秘密隐藏在大山之中吧。说着呢，我已经快走到我停车的地方了。那本期的视频呢，就跟朋友们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。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川心洞，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，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。走，我们进去探访一下。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，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。它这个洞呢，它是2边是相穿过的啊，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，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。这边呢建有1排的这个房子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，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，经过这一座小桥，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，纯良的这个房子啊。它这个2边呢，一边有一个坎，然后呢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。哇，走到这边来，好宽大。你在做哪个，水水？你在做哪个？我在，你在写字啊？我那边
来是我来练一下书法。你是写书法的呀？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，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。参加全国书法大赛？哦，哇，你还是个文化人呐！文化人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。混时间，写得好哦。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呀？40年了吧。都写了40年了。我这个《清明春秋》写得好啊，可以说是这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。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。我只有一首清明春诗，在当今中国，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。我念给你听，好吧？清明春大江就是我们大江姓的嘛。秦东疏流，后得江城。甘霖菩萨，万物不停更。峰峦吐翠，清气扬丽；云追白鹭，柳弄黄鹂。河清海晏，盛世风华尽红尘。阴下里，望西山玉水，满云载春。观音湖有新雨，乌江飞鹤响无行雨。喜故乡聚宾，化于千里。拓平山华，相醉人景；国强民富，气振风情。寰宇激荡，中华魂。同携手，奋进新时代，锦绣乾坤。对，写得好。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做起，它的文学性，它的艺术性，它的思想性，它的政治性，它的社会性，它的时代性。但是你再好的诗词，你如果没得朋友，他就顶不到赞，他又不给你点赞，其他他又看不懂。关键是有文化的也是占比少数。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又少，现在懂诗词人少，再加上他这个平台，一般又看不到。对。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，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，他就给你点个赞。叔好大年纪的？今年66岁。66哈。你来这里好多年了？今年18年。18年了。你是啷个原因来这里的？我家就是外面的。哦，之前就住那边？就是过去就是一个公园。哦。我从小望这个砍柴啊，都在这地方。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，又整那些东西，花了好多钱了。这将近花这个500万。花了500万。今年18年了，光是修桥、修路啊、修路，搞这些设施产品就搞了7年。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，来慢慢的整。我家这个地方，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，修个生态啊。对。我不图浪走浪勤嘛，那我就图他自己带个舒服啊。楼来的话，有这个爱情不会有啊，自己带个舒服嘛哈。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？在哪里上班啊？哎呦，我待了单位多。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？我在劳动局啊、计划委员会啊、司法局啊、农经委啊。这个侗主沈叔叔呢，他在48岁以前啊，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，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，也上了好几年的班。48岁以后啊，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，真的是令人敬佩啊！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，放下了好多事情。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，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。你看，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，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。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，是吧？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真是勇气可嘉呀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，下棋啦，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啦，对吧？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，让人羡慕哈。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
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我在遵义的深山，在这个地方发现有几户人家是住在水帘洞里面。以前都是电视上看到哈，没想到真的有人住在水帘洞。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已经步行到了这个水帘洞下边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公路是通不过来的，然后有一段需要步行啊。哇，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神奇啊！房子就镶嵌在这个下边的洞口，然后一条瀑布从那儿飞流直下，太壮观了！这个地方，好多的房子在里边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背的这个蓑衣，好多朋友没有见过吧？尤其是90后的朋友。哇！看看这个下边，这是比较高的一个崖壁啊！哇，这里一排的房子，哇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！看到没有，瀑布就从这个上边下来。哎，老娘，你住了没有？还没吃饭呢？没有。哇哟，你们这儿好安逸哦。安逸。安逸哦。你也过来我懂吗？我是手机的。你也过来我懂吗？就是一会儿就来有老庙根儿去。哦，老庙根儿去了。你们这里住有好多家人了？我们住3户人家哈。这儿正在煮饭。我到这边来看一下。大家看这边这个房子建得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看到这里一排过去有10多间的这个木屋，那么每一间呢，它的进去的这个进深呢，大概是有个10多米哦。看，这是一整块大石头，大家可以看看他们房间里面的一个构造啊。这个是一整块的这个大石板啊，大石板，特别的神奇。看到没有？下面是一整块的大石板。那么他们的房屋呢，就是这样一间一间的。这边是一间，对吧？那我这边再进去一间，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整个进深啊，这里就是瀑布流下来。这地方真的是水帘洞啊！这种地方我没想到，居然真的有这种地方。它这个地方整个呢，就是上边呢是一个岩层，下边呢就是崖壁。那正好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槽呢，有非常大的一个10多米的进深，那他们就把房子建在这个夹层之中啊，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水帘洞的一个奇观。这个地方也是进来有10几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面真的是超级的凉快。然后你看，这个是小磨啊，磨豆腐那些玩意儿的。这个呢是一个大风车，这个呢是簸箕，好像他们这个地方不久的话要开始进行搬迁了。只有3户人在这里嘛，但是现在呢已经是有的已经搬走了哈。啊，这口水缸真的是超级大，这边也是水缸。他们这里呢，总的是住了3户人，然后门前。然后特别奇特的是什么呢？下边实际上是崖壁啊，在他们这个中间这里还长了这么多绿油油的这个竹子出来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地方太美了哈！哎，正在吃饭呢？啊！哎呦！哎呦，饭在还得做的。我随便做，随便做。你们在这也从小都在那住哈？啊。好大年纪的啊？你们？50几的那种。叔叔都50几了。50几。你也差不多哈。50几块的。我54了几。都是50几哈。啊。从小都在那住。以前没有通公路的时候，可能真的很不方便。通的。很方便。通的。他那就是在路来了嘛。啊，就走这条小路。底下都悬矮矮的。不好人啊。我们从外面过来看，那底下都是悬崖崖，不习惯了没事哈。
这个地方居住人的历史已经可以达到100-200年啊，也就是以前有这个地主啊，还有很多的人住过。就是说呢，这里的主人家讲了，他们年纪最大的人呢，已经在这里住了有70-80年，然后之前呢又有地主啊，然后在之前就一直有人住，也就是说近几百年来这个地方是一直有人居住的啊。其实大家刚才也看到了，我们在屋内的时候，这个整个这个盖板啊，就是这个巨石板呢，进深呢大概是有10几米，也就是说这个10几米过去，然后有几十米长的这么一块大石板呢，就是10几米推进去这么一个进深。其实我们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危险，但是它这个因为岩层太厚了，所以呢其实是比较安全啊。就包括这个主人家讲的也非常安全，就是以前这个发大水的时候啊，下面赤水河都已经淹得非常非常高了，非常危险。别的地方都垮山了，什么非常危险。这个地方呢也是巨大的一股洪水从这里涌下来，但是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安全，一点都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，然后呢安全级别非常高，可能比你住那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安全要高得多，因为整个上面就是天然的屏障。所以说他们居住在这里的人呢，有的已经住了好几代了，但是呢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一个安全隐患啊。所以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地方水帘洞啊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经过刚才的那种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呢，我们来到了富川县黄都镇的大竹村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寨啊，据说有的木房呢都已经超过了200年。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。耶，说你们这去做哪个的呀？这里你们这里有菜了？你们这是大竹村哈？阿东最老的房子在哪里嘞？在哪里呢？左手上去哈。所以那个房子长得很了哇，几百年了咯。是几百年了哈。你指我过去看下呢？你们这全部都是这种茅房子哈？啊，全部是。真义呢？真义呢？也不远，也近那个。这些房子看起好安逸哦，你们这边？你们这边这些茅房子看起安逸哦。你们家也是砖房呀？也都有茅房有砖房。好吧，有好多房子都在没人住里的哦。打工去了。打工去了哈。耶，你们这里不是要说要开发的吗？哈哈哈。这也是杨老师那个最老板。这像是最老的房子。哦，它有那个历史故事啊，晓不得？这头尾有个太阳。头尾有个太阳。香火板，它跟香火板是太阳啊，香火板的天花板是雕，它跟香火是用雕工雕的。香火是用雕工雕的，它太阳是啷个意思啊？它这个就是说那个时候，这边就是太阳，我那对面有一个月亮，这个2的火烧那个月亮，就是烧了这个太阳。月亮都烧了对面的，房子都烧了是吧？房子烧了。它太阳月亮的意思就是香火是像个太阳是吧？他就是说那边这里是太阳，那边就是月亮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搞不懂这个。主要是那个意思。搞不懂啊，我们都搞不懂。他就说你这边是太阳，那边是月亮。它这个整个村庄呢，这一栋房子是最老的，大概已经超过了200年。也就是说，像它这样的木房子的话，这一栋是最多柱头的，它是9排柱头。大家看哈，这边是第1排，这里第2排，然后我们过来，这里第3排，这里第4排，这里第5排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第5排，然后这里第6排，这里第7排，这里第8排，然后里面还有1排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整个房子是9排柱头啊，
也是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木房子啊。9排柱头呢，就是按这个2排柱头之间是1间房子呢，它都是8间啊，也是我目前见到的木房子最长的木房子啊。然后而且两边都还有这样的厢房，那么下边它是浏览猪圈，上边是住人的，它的左右都有厢房，非常大的一个木房子，而且这个木房子有200多年。那么刚刚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啊，他这个堂屋的这个香火的位置啊，它是一个太阳，而且有非常精美的那种雕花。那么对面呢有一户木房子呢，它正好对应的是月亮，所以它这边呢是太阳，对面呢是月亮。就是62年的时候呢，对面那个月亮的房子呢给烧掉了，但是这里呢还保留了下来啊。这个房子已经是200多年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依然在雾川县黄都镇的大竹村古寨啊。接着上一期视频跟大家讲哈，它这个房子呢是这个整个大竹村里面最古老，而且也是最长的一个房子。因为整个房子是9排柱头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房子啊，我们遵义我都没有见到过啊。那么刚刚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啊，它这个堂屋的这个香火的位置啊，它是一个太阳，而且有非常精美的那种雕花。那么对面呢有一户木房子呢，它正好对应的是月亮，所以它这边呢是太阳，对面呢是月亮。就是62年的时候呢，对面那个月亮的房子呢给烧掉了，但是这里呢还保留了下来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窗户上这个雕花是非常精致的，就是咕咚，他说的这里有太阳的嘛？是太阳，进去看嘛。太阳是哪个？上面。上面。这是那个意思嘛？你给我们讲一下香火。哦，他说的是这个香火上，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太阳。这个很少见的，是香火上有一个特色。我们有幸的这个有个叔叔可以开他们家的门，开了过来进这个中堂来看了一下他们这个香火的顶端。那么说的这个太阳呢，就是香火的顶端，这个有非常精美的雕花，中间呢就是有一个太阳，非常漂亮。我们看一下房子的内部啊，这些木料都是黑的不得了了，所以特别的古老啊，已经是200多年了。对，你们是3弟兄，3弟兄啊，然后你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吗？我们看到它这个大门口呢，还挂有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的是光绪6年花月望3日，这个是那个时候挂在上面的牌匾，到现在多少年？大家可以算一下。这个上面写着呢是张府岳母陈氏老安人6旬进，也就是60大寿的时候呢，别人送过来的一块牌匾啊。这里是可能在雾川的这个房子最长哦，可能是个。它有9排柱头了啊。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过。没有，它是7排9排。9排。9排哦。就是那个你竖起的9排。9排哦。几柱就没有注意了。意思它是7柱的。7柱哈，意思就7柱9排的房子。这边是2排厢房。这边是2排厢房。中间排这手出手了。所以应该在雾川来说，可能雾川都是最大的房子可能。对啊。啊。这个呢，这边修太阳啊，比修月亮啊，若干倍的钱，说只能搞这个古村落，把这些都挂起来，这就收他们怪了。等于这回来开发古村落的哈，它这个太阳月亮的意思，就在香火上面那个雕花是太阳，那边家就在整的月亮。月亮个，那边月亮个就去爆去了。遭烧的说噻。士啊，大文广真山人棍，到我们这是9倍。9倍。9倍啊，就是做了9倍了啊，就是一推上去，我们就以40倍那个时候是9倍了，到我们这个木城市木了。9倍最少2万人以上啊，最少就啊，我们按一般按30年40年推完992倍。对，2万多年，差不多。那这儿加到后边，
那必须93年的嘛。那必须特去修太阳修月亮啊，这个讲不听的。93年。哦，这儿不得了哦，可能是大地主。哎，对。大地主。也不是特给讲的。敢修太阳修月亮的。是了，大家都是名分的人。在那个历史上。是啊，没得名分他是不敢修的。刚才我们看到那块牌匾呢，是光绪6年赠送的。那么光绪6年就是1880年，到现在2021年呢是141年。然后那个牌匾上呢是祝主人60大寿赠送的牌匾。那么141年加上60年呢，就已经是201年了。实际上这一座房子的真实年龄呢，绝对是超过200年以上的哈，朋友们。大竹村古村落这里呢，正在开发这种古村落旅游景区啊。如果朋友们喜欢这种原生态的地方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到这里来看一下。像那座200年的那个木房子呢，真的是值得参观一下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朋友们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叫郎雕，我是贵州省梅潭县石莲镇黎明村团结组的一个村民。我们这里呢，从10年开始种茶叶，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。种植面积就我们这一个小组，大概就是700多亩。那么整个石莲镇全镇应该是在4000亩左右，但是和梅潭相比，我们是属于一个后期的一个茶区了。它和梅潭的品种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梅潭所种的茶叶品种，它们都是全部是做绿茶的品种。但是由于我们是后期的一个茶区，种植的品种呢就是做红茶的品种叫金观音。那么由于这个新的品种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而且由于我们这边海拔它比梅潭这边要低得多，我们这边的海拔呢大概就是600到7倍之间，所以这边的茶青出来，由于品种原因和海拔原因，那么它那个发芽时间它比梅潭这边要提早10天左右，甚至于达到半个月时间。那么由于茶青出来早的这个原因，梅潭这边所有的厂基本上等我们这边茶青出来，他们都没有开工，茶青的销售非常困难。而且我们这边梅潭县的话，距离比较远，从这里到梅潭的整个距离大概就是50几公里到60公里。从10年到至今为止，已经有5、6年的时间了。在这6年当中，作为本人来讲，我深有体会对一个茶青的销售一个困难。那么在春季还比较好，如果说到了夏季炎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由于运输过程较远，气温较高，有时候拉到梅潭以后，所有的茶青基本上就全部通过高温发烧破坏了。那么所以从这些年以来，不管是当地老百姓也好，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。平时哈，要么就是有一些茶贩他们过来收青，老百姓对一个茶青市场的一个价格问题，大家都心里没得个底，没得个数的，那么就由茶贩他们下来收了，反正价格的多少就由他们说了算了。但是真正老百姓一点实惠都没有得到，就即使就有点钱都被茶贩茶商赚跑了，那么老百姓有苦找不到地方诉了。处于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一直就在想，无论如何想方设法要建一间自己的加工厂。建厂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在这个上面能够挣多少钱，最关键的是要让当地的老百姓，包括我自己的茶园，我们的茶青能够有一个好的销售，能够有一个保障稳定的一个销售渠道。作为建一个茶厂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，但是风险必须要有人来承担。如果说大家都不承担这个风险，都不在自己的当地建立一个茶厂的话，几百亩上千亩的茶叶等于就是白栽的了。甚至于有些老百姓想把茶树砍掉，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去了。听到我在建茶厂的时候，好，他们就放弃把一个茶树砍掉的这种想法，继续把茶树保留起，因为毕竟厂业建立嘛，还是有一定的希望了嘛。这种茶叶的这个土地啊，它分为2种，一种是贫瘠的，一种是比较肥沃的土地。但是越贫瘠的土地呢，它种出来的茶叶的品质就越好。我相信我们黎明村会像这里的土地一样，越贫瘠做出的品质越高，在越困难的情况下，越能走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来，让我们的后代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在这棵茶叶上越走越好，越过越幸福。其实呢，我跟大家说啊，走习惯了呢，
也不危险。这个水渠呢，它不光是那边进行这个农田的灌溉，还有解决饮用水的问题，它还是2个村庄之间呢，来回的一个通道啊，就是修好之后呢是来回的通道。因为之前他们2个村庄要相互往来呢，要么就走山下的这条路去从那边爬山，要么就从这个悬崖上山顶的位置呢，然后再往那边去下去。它的路程呢有2个多小时哈。那么这个沟围打通了之后呢，实际上他们的路程就减到了这个半个小时啊。所以说，它对2个村之间的来往呢也是非常关键的。其实没有走过的话，其实走在上面确实还是有点恐惧的。当然，像他们当地人的话，有的背上100斤的这个煤啊，或者说背着其他什么东西啊，都是背着往这个上面过的。所以呢，也看你生长的环境吧，是吧？你生长在这种恶劣的地方，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害怕，是不是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我在贵州深山里边，这里发现这里有一副特别古老的这个木房子。其实木房子呢并不稀奇啊，但是这个木房子后面却是别有洞天。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在这个山脚下边哈。我们这样看去呢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木房子，但是它这个木房子呢是建造在了这个山洞的洞门口啊。然后我们从这个侧边进去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一个山洞的洞口，这里有一道门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
哇，这里还有煮饭的这个灶头，看样子都没有人在家里啊。这个是这个房子的这个后院。天哪，在这个灶台上这里还发现了几块腊肉，这个腊肉都不知道多少年了，看看霜都上了这么厚，仿佛上面一碰的话就能够掉下来。这个估计已经不能吃了吧，这个腊肉感觉都起码放了好多年了。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，这里面还有水流出来，看一下。哎，看到这个石块没有？这个中间凸下来这一块，看着就像一个什么动物的嘴巴一样的，有没有感觉？这边像一个鞋子的眼睛。这里面再去看一下，这一家人住在这里，有好多的这个盆呐、罐呐，都是放在这里的，不知道走进去是什么样子啊？哇，这里面特别的凉快啊！里面有一个小水沟，这里流出来。天哪，这个才漂亮！有没有感觉这个像人工筑的一块一块的小梯田一样的，特别的神奇啊！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水流流出来，特别的清澈，这个水大家看看。哇，他们这个洞里面东放一个罐，西放一个罐的，也不知道这个罐里面装的是啥。这些石头，洞里面这些石头长得非常的奇特。主人家也不在啊，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很久的逗留，感觉特别神奇的一个洞口。然后他家的这个房子呢，就正好建在这个洞口的外边，直接把这个洞口给堵住的，好神奇的一个地方。说实话，主人家也不在哈，我胆子挺大的，走到他这个后面山洞里面去了。然后里面你看到很古老的那种腊肉灶台，包括里面看到那么多的这种瓦罐，说实话我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哈，感觉有点冒汗的这种感觉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镇安县的牛渡镇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地名叫做三块石。那么中间这一块石头上面呢，有5个手指头印，就像人按去一样的。当地的村民传说呢，是当时张国老经过这个地方，在这儿喝酒醉了，然后反手过去一按呢，就在这个石头上按了5个手指头印，非常的形象哈。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这边有一块大石头。啊，然后这一个石头门口还葬了一个新的坟墓，这儿也有一个坟墓啊，估计就是这一块石头。我们看一下，哇，看看，就是这个下边，看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5个指头印啊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神奇吧？这个张国老啊，当时是坐在这里，然后呢喝酒喝醉了，对吧？然后呢这样手反过去，这样按的这个5个手指印啊。
真的就像一只手这样摁的5个手指头印一样的。看一下这里啊，包括这个大指头的这个印记都要比其他的4个小指头要大，然后整个这个手指头的这个长度大小啊，也是跟我们人的手型是比较吻合的，看看，所以是真的是非常神奇啊。这里有一块石头，中间这块呢就是有手指印的，这边一块，总共是3块石头。可能当地的村民认为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吧。你看看这个石头面前葬有2座坟墓，包括这个左侧的这个石头前面呢也有几座坟墓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思南县牛角岩的铁索桥。这一座铁索桥啊，是最近特别火的网红桥。整个桥呢有285米长啊，也是现在中国最长的这种铁索桥。因为它中间没有任何的桥墩啊，就两边呢有一个桥墩，全部用铁索拉着，285米长啊。而可以承受20吨重的车辆从上面经过，非常的震撼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座铁索桥，整个钢索是非常粗壮的。现在我是在桥下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从这里延伸过去，就感觉像天路一样，下边就是乌江，整个环境非常的漂亮。而且这一座桥整个周围几10公里范围内呢是没有桥去链接两岸的村庄。那这一座桥呢是唯一的一个通道桥啊。其实就是我自己走在这个桥上呢，都感觉它有这个晃动的一个幅度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铁索非常的粗壮，车子已经过来了，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哇，震动幅度真的是特别的大哈，颠簸像波浪形的这种感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我是第一视角经过这个铁索桥啊，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抖啊，尤其在中间的时候，这个抖动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在这个上面开车还是要技术的，因为它前面的那个线宽墩的话，稍微宽一点的车的话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宽的，所以没有点技术你还是不敢开的。第一要胆子，第二呢还是要技术的。那么这个要非常的小心，两边呢只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呢，我在贵州的深山里边，在这个村庄里边呢，发现一棵1000年的金丝楠木树。据当地的村民讲呢，要7、8个人才能围得住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的周围呢，有好多的这种小棵的楠木树啊，包括对面呢也有好几棵的这种楠木树。然后这里这一棵呢是最大的。我站在这棵楠木树的边上，给大家感受一下这棵楠木树有多大。看看，我就站在这一个角落。我们隔远的时候在镜头中看着呢是比较小的，但是走到这个跟前，你们一比较，是不是看着非常的大？感觉5、6个人都抱不过来是吧？起码要7、8个人才能抱得过来。
像这样的超级大树，它的这个树根呢，都会延伸到几公里外的地方，有的甚至超过10公里啊。这棵树如果说像边上这些如果逃开的话，可以看到非常巨大的这种树根，或许这样的树根都可以延伸到山对面去啊。像这样的古树是非常神奇的。那我们看到边上还有香台，也就是这么古老的树呢，当地有很多村民呢也会到这里来拜一拜啊。很多朋友都说这棵金丝楠木树价值10个亿，朋友们觉得值多少钱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刚才航拍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大山深处这里有3栋的木房子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感觉好像有1、2户是没有人居住的。我带大家上去看一下，这里还是有一小节是泥巴路啊，还没有硬化。上去看一下，这个环境非常的不错。哇，这里环境好舒服啊，太阳光正好要出来了。这里有3户的人家哈，这边这个房子是一个3合头的房子。问一下这里这个阿姨，她好像在这个田里割猪草，感觉这个房子好像也没住人啊。让你割猪草啊？没得说呀，哎，这个猪草好矮哟。你家住哪儿啊？住在底下呀？那这里这几家都没人的哦，几家都没人住的，烧光去了。那你们这儿地名叫啷个啊？玉泉村。哦，这些土地都是自己家人的，你来这来住哈？这个阿姨在这里割猪草啊，然后她告诉我说，这里这3家人都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了，都去广东去了，要么去凤冈去了，都在外打工。这个房子啊，非常的漂亮，院坝也比较大，我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。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3合头的房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边下边是牛栏猪圈，然后上边还有小2层，那么小2层上面是可以住人的。这个房子是挺大的啊。这个上面写有门牌，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详细的地址。那么这个地名呢叫土溪镇，这个村庄叫鱼泉村，然后这里叫大鱼泉组的54-3号。那么如果说朋友们看得上这个房子呢，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详细地址自己过来看一下。
这一栋房子的位置非常的好，有很大的一个院坝，然后山河头嘛，左边右边都有这个厢房啊，是2层的。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门都是锁住的，我们可以走上来看一下。我背后这里是一个正房子，然后这边呢是厢房，下边就是牛栏猪圈。那这个门呢都是锁起来的。这个位置的环境真的非常好，然后公路呢就是通到这个下边，然后这里一条毛公路上来，也可以直接开到这个门口。这个门口有几块大田呢，都是这几家人的。这个阿姨呢，猪草已经割好了，她家住在这边去，可能有几百米的这个距离啊。然后这里有好几块的大田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总共呢是有3户的房子啊。这边这一户比较大，是一个山河头，两边都是有厢房，而且是有2层楼的。然后那上边还有一栋，那边那里呢还有一户房子啊，那户可能坏的比较厉害了。我现在呢是正站在这个山河头房子的门前，那么这个就是对面的一个环境，非常的漂亮。电呢都是拉到家里面的啊，看一下特别美的一个地方。太阳呢是从这边出来的，所以它这个房子是坐东向西的一个朝向。我们再到那边那一户去看一下。这个呢是房子侧边的一个形状，大家看这里有很多的这个石头小山、小石山，也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圈呢都是用石头来砌的。这里呢每一个地方呢都看到这种特别古老的一个信息啊。我们去看一下啊，那一户房子是破成啥样啊？哇，大家看看这个田坎上非常多的这个折耳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折耳根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是一个山河头的房子，这上面有一户，然后这里也有一户，正房子带厢房。带喂猪喂牛的牛栏猪圈，刚才我远处看是错误的啊，这几户房子都是好的。然后我现在进去看一下，其实它这个房子也是挺好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也非常好啊，上面的瓦都是盖好的，然后这个外墙呢是刷了这个红漆的，这个呢是应该是这个村里面统一来刷的。看他家这个大门还开着的，这上面居然还养有一桶蜜蜂啊！这个呢可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在这里来弄的。这个位置还有这么多的树木，这个呢就是拿来把中间镂空之后拿来做风筒的啊。环境非常的不错，大家可以看看。这个地方的海拔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大概是一个900多米的一个海拔，整个位置环境非常好，而且从这里过去只有600-700米呢，就是一条河流，也可以钓鱼干嘛的。然后这个地方离镇上呢，只有大概是离那个土溪镇大概是7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啊。所以整个地方的交通环境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土地，周围全部是这个群山围绕，还可以稍微喂一点跑山鸡啊，养一点猪啊，而且每家每户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牛栏猪圈啊，可以喂猪喂牛，
喂点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地方漂亮吗？如果朋友们喜欢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啊。这里的详细地址是凤冈县土溪镇渔泉村大渔泉组啊，这是详细地址，朋友们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。这狗狗就是个小虎狗。哦，是啊是啊，跟大虎狗也没得好远的哈。篱笆堵点路就到大虎狗了哈。哎呀，你们这儿其实安逸。安逸啊。办三球公路都通的。嗯。哎，到时娃儿读书不太方便，他们都在拿送给你们做下土地这一端。哎。哦。就是说，像我们这屋的年纪轻了，打工就。你年纪也不大了呢。年纪不大。嗯。这个10多岁了。50多啊，年轻了。现在也50多岁又年轻的。打工人吃的不到啊，就问这屋的，我自己啊，你到不好。屋里还要矮一点。矮一点。嗯。我自己不到我没有茶噻。留在屋里种庄稼还好点哦。你们这种茶没得？种的有了。都种的有哈。这就是茶吧。哦，这都是茶。这差不多没有弄得好。哦。这现在都是年轻人，他要出去打工啊，都是老年人对不了，老年人又对不了又治不好啊，就问你管你就好。是。那你慢点去，我们来这还耽误会儿。啊，要得。哎，耽误会儿。好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雾川县的深山里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这根石头柱子？它不是一棵，它整个中部冒出来一个山头，山头上面呢长了7根石柱子，所以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7柱山。尤其是现场看去真的非常震撼。现在我用航拍镜头给大家感受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们就往这个绥阳正安道真这个方向去。绥阳有一个粉丝朋友呢，他是做民宿的，说让我下来呢一起吃个饭，大家相互交流一下。这么窄的路啊，考验技术啊！哎呦，这路就2米多吧，3米吧，3米不到吧？像这种地方的话，差不多吧。然后你叫我开，我不敢开，太考验技术了。什么玩意儿给我点赞？即将
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，前面像别墅的那样的房子都是他修建的，说是民宿，我感觉像别墅。这个老板有钱啊，修这么多的民宿，他还跟我说修民宿，我都感觉是别墅。估计就先开到这一家吧。哎，小总，你到了这栋房子是哪里的？从这里进来有个特别窄的路进来的。哦，他来2年，我看听到他接电话了2年，我看错了，来2等啊。这是1楼啊，小总。那边是我们家2楼。哦，那些都是你开发的啊，不要一大串。不是一大串了，差一等。你们好。你们是要来？我从这里来。你来这个没有？我在这下面那边人家的工地，跟你好的要欢迎欢迎，哈哈。搞弄个大的，搞弄个大的。没，走，你们走。我还得炒饭，我父母也年纪比较大了，然后今天就。你地道啊？但是啊，因为这里我现在有疫情嘛哈，现在疫情原因我们已经还没正式营业，实际上大家都一直都属于那种是吧？我们会查这边走嘛，这边走，来，这边走。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哎，没事。那边这次是那个是我们家大概9个人，我们一起都住的是民宿，就是楼上全部装的房间，还包括跟租出去湖南路桥，我们过来都看他们的，有湖南租的项目过来等于是。哦。这个外边还搞有一个小小的假山，它这个位置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边那些呢也都是别墅啊，都是他们家几兄弟共同修的。我感觉这一片就他这栋房子特别的霸气啊。等一下我们帮大家问一下啊，它这个价格是多少钱？我感觉你已经很成功了。现在是网红了，现在钱基本上嘛，工程上搞的这钱是有大汉桥，然后这里啊也投了多钱了，现在还就是现在。你坐进，你不用管的吧？他因为父母年纪也大了，就是也需要70多了， 70几了，马上75了，就是也需要人照顾哈。我们香港的那自家喂的土吧？哎，对，都是自家喂的。我这菜哈都是我问了，这都自家种的，是今天的，就基本上都是自己种的，包括那个胡豆。现在民宿的话，你们是按月算吗？按天数啊？一般是按月，正常月要是1800。1800包吃。包吃啊？一个人，包吃3顿呢。哇，那么3顿啊？不是光早餐了。早上20几。有时候包吃3顿，一天将近50块钱。 50块一个人。还包3顿。就3顿1000吧。你相当于就没有收到住宿费了，相当于差不多。半天了嘛。收饭钱。可以了。对，还是像他们自己会注册的豪华。如果自己不会注册的，找个厨师来的就不好。对。一般像现在就跟我老婆嘛，喊她回来。那小白是哪个烧啊？我你在家住麦当劳哈？住麦当劳，我老婆回来，我在家住了她在那了。抢回来？你老婆来干啥呢？她现在发起都带小孩嘛，小孩在这里读书了嘛，大个在上初一，小个在上小学3年级。这一段视频呢，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去道真雾川经过绥阳的时候拍的。因为小总呢也是我的粉丝啊，我们联系有1年多了，然后呢正好路过那儿了，他说我们一起吃个饭，那么就聊了一会儿。他这一个大别墅呢也是刚建好没有多久是准备打算做民宿。那我们吃了饭的聊天中，他就讲到只算这个60块钱一天，相当于1个月的话是1800块钱，而且是管吃的。那其实我核算了一下，它实际上就是整个大别墅是可以免费住的，
每天的生活费呢就是60块钱。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在我们遵义的话，你就算早中晚你都吃粉的话，你也要30块钱。那他这里呢，除了吃早餐，那么中饭、晚饭都是要做饭做菜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换算一下，实际上每天呢就是付60块钱的生活费。除了一天生活3餐之外，还有一些就是洗漱用品啊，包括纸巾啊等等，这些加起来，实际上整个房子就是完全免费的啊，大家可以去核算一下。然后它这个地方呢，整个环境非常好，离这个普长比较近啊。到了绥阳普长下高速之后呢，大概几公里就到它这个位置。我们可以看到周围都是群山环绕，还有他自己呢有经营这个果园，还有鱼塘，所以喜欢钓鱼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在这里钓鱼啊。打比方说，你要到整个绥阳县周边的一些旅游景区去玩耍呢，他们也是有合作的，所以会有很大的一个便利啊。而且我们拍视频呢，也是到绥阳来的比较多，因为绥阳的一些大小的景点相对比较多啊。它这个大别墅里面可能只有几十个房间，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要自己赶快过来看一下。如果晚了呢，可能就没有房间了哈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在这个大山这里啊，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呢是斜着长的，洞口呢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在洞口，隔远远看去呢，就像一只眼睛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下边也有一个小的洞口，就整个这个山体看去就像是一个动物的一双眼睛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一眼就是看到这一户人家。这个老人家呢，就是这一户人家的。我问他了解一下，你就住这里了人家？我就住这里嘛。哦，你刚才说的你们那是你长得比较田伯去的。你好大年纪了？我70几了。70几了哈，看你好年轻了天。年轻。真的，我看你像60岁左右了啊。我是49年正在解放的。49年解放年。几十年的。你现在在一个住这里哦？我就在晚上家我上来往哈围。就晚上要上来往哈围。有粮食。那个洞是住啷个了啊？这个洞嘛，它原来长起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原来长起是这个样子。原来有树长了屋脊了，现在树一砍了，到处是。到处是砍的。把它砍亮出来的。对，把那个洞口砍亮出来了哈。砍亮出来。哎，有人跟你说过没得？看到没得那个有点像个动物啷个，两边一边那个洞像个眼睛啷个。中间像个是个猴子癌了嘛。猴子癌。他跟他分的猴子。再高级设计可以就在他身待了。它是面前的一个站样，你可以分它给。哦。如果要分2样点啊，它也对你没一定了解。就是你要不能就是夫妻我儿做不到大事。哦。所以这个地方所有人做不到。对头，我就问你，他也对眼睛定了的。他也对眼睛定了，做不到大事。你要上，如果要上线了，如果有娃儿他要上去有车，他就帮你看了。搞不到几年，他把你搞下来了，就是说。朋友不设限。所以你不住在这里来娃儿去就。你家的问题。所以娃儿去不住在这里来。他不住这了，搬掉田过去了。你家这个老房子修了多年了呀？你也能饺子了，5番49年，58年。52年。58年，59年修的。58年5番的嘛，59年自己搞庄稼，自己零开来。59年修的。跟母亲老人他谈的哟。所以开一些，他有3步步开起来自己有粮食就开始起房子。我听这个老人家讲的哈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这里这个地方的人呢，也不愁吃不愁穿，但是呢，也做不了大事。为啥呢？就是觉得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这里，所以说。他给我说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呢都不在这里居住了，只是他偶尔上来这里住一下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也非常不错，但是呢就是你人做不了大事，虽然不愁吃穿，但是做不了大事。为啥呢？就是感觉这里一对眼睛一直都是盯着你的，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哈。所以说我的猜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，这个就像一对眼睛盯着这一户人家这种感觉。那么他说呢是像一个猴子的一个脸哈，大家看像不像呢？我看到他给上面都在加强文物保护，促进生态文明，还是政府来整的啊？还是政府整的。他个房子好多年的？
应该是100多年的历史了，我说的。100多年。我们看到这个，每年过年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草木杆告花子去堆堆，他把米锄出来拿给他吃，他呀还和告花子同去吃饭。就是姓梁的这个地主。那个时候他不去那个平庸富贵，说过他把那饭菜舀到这点来，他和告花子一起吃。就是吃一顿了，他到道上跟人家一根接几声都把米都锄跟他背起。哦，他虽然说自己很有钱，又是地主，但是他不嫌贫爱富。他有钱了，他像现在去收账收求不到啊，他到人屋头肉酒背一些，请几个常年背一路些。他你不这种啊，他是有钱噻呗，他不查你账了，他你这不拿亲戚去哪里去玩呢？是啊，你看开收账收不到人家的账，还看到人家吃饭都困难，还要再帮人家。是啊，他背去了，背起他一些钱的猪起一顿了，肉啊酒啊那起帮人和挨那点欠他账的人起一顿呢。好，又没点酒局又走了。他说他钱都没得，他有酒啊肉给你起不是？是。那这个是给在我公门那边人传说的，就是我们在对面阿丘田，开这石头全部都出在我们二田头的。他住他亲戚常年，就像现在个是石好了，他那是给你筛捡干净的，他就住到那里。到人家那开石头，然后把田给人家拿过来，石好了给他捡干净。所以这个就做人的原则。是啊，这个是做人就是有人的道德啊。哟，天哪，他这个门做的，他这个门都有个说法的了，可能。这个是正大门楼。正大门哈，两边呢？在两边一个小门楼。这个房子修得安逸哦。这房子是他们现在国外都有像这搞路由器，他们视频掏那个路由器都把这个搞成民事局，就说他把地这块这个房子不能拆啊。就不能拆了哈，一直完全不能动。把这个全部都石梯子上来，然后这里面都是铺的石头。你们都不晓得了，都要听老辈的传说。我的老祖公死的时候都是80岁，到现在我们都是产粮量60的。每年就和他关系可好了，那天送我们老祖公住火锅楼，每年过年了给他送火锅来过年的话，他来就不这里吃饭，就是他煮那个开水煮，拿海椒蘸拿土巴娃酒来吃。煮那个煮就是整饭子，哪个一生人没吃过饭，不是要是起鱼了都起了饭，他们就去酒了，拿土巴娃酒就死。哇，他这个上面窗这一堆以前的房子吗？是后来整的哦。这边是以前的哈。这边是以前的。这以前还有些雕花了在上面。那个香河是治得好了，那个香河，小时候当时拿个那好多万块钱都没卖了。我这现在我们看他这个关的打不开。香河做得好，它是材料好吗？是哪个原因嘛？雕刻啊。雕刻哈。看不到啊。那窗子看我把两个拆，那个你可以看。窗门是关起的哈。我们看噻，它这个门打不开啊，说是这个香火上面的话，很多雕花非常的漂亮。刚刚跟大叔聊了一下天啊，大家也听到了，就这一家地主姓梁，那么他们这个地方呢，整个村庄也姓梁，然后也是这个大叔他们的祖上啊，是一个地主，但是他是非常好的那种地主啊，不是说剥削百姓的。当地哪一家没有吃的，他就给他送过去。人家欠他钱呢，他去收钱，人家发现人家没钱呢，感觉人家过得苦呢，又把家里的东西又给人家了，非常心善的一位地主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房子是2层的，全部是2层，上边下面都有房间，这一边就是5、6间的房子，然后这一片，那这个栏杆上还有雕刻的窗花，房间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大，可能当时这个下面的佣人都比较多啊，家族里面的人啊，还有它香火里面的雕刻非常漂亮，只是我们进不去啊，只能在窗口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地板，看一下这个整个下边的地板也全部都是这种石头。这个房子呢已经有100-200年了，然后现在是不准拆的，就是国家全部当文物给保护起来的。你们是地主下面的好多代哇？我们河南全说了6、7代了。他传说了，就是他们没收到的账，他全部照他一笔笔的勾的，他没跟人下面。地主本人他要过世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账本，别人欠了他很多账，但是他都不收的，全部毁的是吧？他自己有一笔笔的全部划掉，他划掉的。你看那个好的人，那个时代就，可能你们这里十里八乡的人都敬重他的很。是啊。陕西那个洋房子，你们可以去了解了。那个现在的房子也是喷的红漆。
那个当时我们记得是8月30的下半夜，他们那坟房子起火了，他的就是这边想法了，这坟房子起火，他那隔过到嘛，可能2米吧，不到那你知道，那个地段也是天干地段的，他从来不整人害人的，他年纪就他的，他说我的本来老天爷不杀我的，恰巧弄硬头头壳是吧？就不杀他的。啊，妈2分就给他铲开了！你说那么多人救房子，妈前年都过年的汤锅里面都端得底下天干上去的，那个天干地段的也是，他爷他那年现在也老年人都传说了，遇到虫灾年，他就去慢慢打解。他说你是天虫嘛，你是害虫，你要吃就吃我的，我多的，你不要吃他们的少的。他一忘水，他洋葱这一坡先下来，他先把人家的水忘记。他说人家没安起，你安你个人也不是，这样的人也是一辈子的社会人了，就不要解放来。他没遭斗，我没遭打，我没遭逃过。斗是斗，他是个地主了。斗是肯定要斗嘛，但是他最起码当地那么多人为你说好话，他就不存在。所以说，真的还是有这种人就称圣人的。这个就是讲现在哈，我们以前嘛就是讲三纲五常啊，仁义礼智信啊。现在嘛就讲仁义道德哈。对。那这个人真理有道德的人，他随便走遍天涯，他都不受人家欺负，是不是？对。你遇到那困难，他都有人给你撑腰，做过革的。他妈哪个都把你恨死的，和你一发子给你呀抢起政府一发子枪毙他最好是。是啊，巴不得把你整趴下去。是啊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铜仁市德江县的长风乡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里有一个山洞啊？洞里面有一些房子，是当地的一位70岁的老人呢，在这个地方花了400-500万打造的。而这位老人呢，已经在这个山洞中隐居了17年。走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这个洞口就在这个悬崖这里，然后对面那里也有一个悬崖，所以整个的这个位置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，尤其在夏天的时候。它这个崖壁底部还放了那么多的干柴，这边就是洞口。这个洞口啊，还做了一个大门，我估计没有人在家哟。它这个地方呢，还做了一个大门在这里，但是呢，现在没有人在家，咱们也进不去啊。就在这个洞口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写有这个字样，房车每晚收费20，货车20，小车每晚收费10块，无人机拍摄景点录制每机收费300元。我的个天哪，这个难道说这个老人已经把这个山洞转给旅游公司了吗？因为我们也是很久以前看到有人报道过，现在不太清楚啊。我们到了这个洞口呢，比较遗憾哈，主人家是不在的，铁门是锁住的。然后呢，听当地的村民说呢，从这个洞穿过去呢，那边还有一片世外桃源，从后山绕过去呢，也是可以进入这个洞中的。我们到那边去看一下吧。
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它那个地方门是锁着的，也没有看到人啊，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洞中。我们又从后山绕过来之后，发现这边真是一片世外桃源啊！给大家看一下，洞从前面那里穿过来，这里是一条河流，然后呢过来这边就是一个洞口啊，这边就是一片世外桃源，特别漂亮的一片地方。特别遗憾的是，今天到这里来之后，这位70岁的老人不在这个洞里面，出差去了。特别遗憾，而我们呢又不能在这里待了，所以呢只能往回走了哈，朋友们。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，再过来这边详细的了解一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绥阳县大路曹乡文兴村的通大窝这边，在一个山顶上的哈，然后在这里呢，发现有2户人家，而且这个公路呢也是通到这个家门口的哈。这个位置的环境非常好，海拔在1200米，特别适合夏季避暑。上面我们看到还有烟雾，估计有位老人家在家里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看到的是2户木房子，这一户木房子呢是没有人居住的。像这样的房子呢，是居住在这个森林之中哈，就是周边有几块土地呢是耕种起来的，那基本上整个房子是全部被这个森林围住的，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你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。虽然说公路已经通到了这个他家的门口，但是这些公路是没有进入导航系统的，也就是说你在导航上呢是看不到这个进主的这个公路啊，必须是问路的方式你才能够到达这里哈，通过导航你是找不到这里的，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哈。你贵姓啊？都免贵姓周老娘啊，姓周啊。你贵姓呢？我姓王。姓王哈。哎。你这里就在你干了。家。哦，自家没人的哈。自家是我老大都出，我2个小时过世，生在外头。生在外头。打工。哦，你2个小都过世了。哎呀，我们无命啊，命很亏啊。然后呢，就孤单性无还，回到家，给造好房子嘛，要生产下种点菜吃。哦，都你的家人了，等于这儿。这就我家边的有几家啊，高层的有10家。哦。10多家人，修这个路我们3个人投资2万块钱干。有些一个人投资1万块钱、2万块钱，才把这个路打通。是。省了下午给2打工人赚钱，打回了人情。老三打了1年，打这个身上都要打13000斤大米，是赚钱打够些。单去干嘛？单去上梁哈。上梁啊。你是生这个房子没装修哈？没装。哎呀，那边是装修的，就没嘛这个造。他也不找来做，他应该结婚了噻。哎呀。没得钱了，那个结婚了，这个他母亲又改嫁了，你看我2个娃，那娃娃都过世前都要给我钱，都娃娃。哦，然后。是反正孤单性的那个。那你老伴儿呢？我老伴儿，他在我6岁83岁从英过世，过3年多些了。按年1年我就出3重伤。1年就等于3月过世。3重伤等于1年就出2重伤。我这我就在这我手边手。那孙孙现在在哪儿了？孙孙去嘛，那个在广东，哪个我又打不出去电话，哪个我都打不。有几个孙了？2个孙。2个孙。一个孙。哦，2个都在广东。有个没有。你儿是就在龙口市工作，你没到那继续工作呢？哎呀。我的老头老了没种对生产队吃鸡，靠公务吃饭分粮。他说他浪去打无人，就拿个甩。我那是8个人。他说老头老了遭风是做不掉。我说我专家去申请专家。你又在龙口市都不干来转来嘞？申请了。还要申请来转来了？申请了，我摆到转来了。这个生产队他不让你工人弄几个人了嘛？吃5两头闹7升90了，我是9滚18，等于说是现在活80岁，是不进了过半天。他说今年好多事哈。共产党员
老党员。老党员了，文化大革命参加了嘛，转家了。那时候我在宣阳农校的时候，全个8个区，宣阳8个区，350个团员对我手下工作，13个党员对我手下工作，8大公司员我都是。转的不行，应该换我都不行了，老头没人应付了。年纪大了哈。年纪大了嘛，50岁应该做不得。那个你也不转的带去做点公关，就不点操资嘛，他都想这个哪个经济就那。为了相当于是为了尽孝心，把那么好的工作都整掉了。就到了这个把那都老的安置了嘛，慢慢做。我远逢老了又走这步残疾，又走差我的命运差。